Hello，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本期的谢新月塔罗占卜。那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期占卜主题是来看一下年底桃花。我们现在呢是在2024年的这个年尾的地方，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到这个最后的几个月啊，10月份到12月31号啊，我们在2024年的这个挂历阳历啊，12月31号结束之前的这3个月，那么我们来检测一下我们这3个月的桃花能量是如何的。那么一般呢到年尾，因为活动比较多，然后呢我们年尾的时候可能这个内心里的一些状态啊，它有比较强的那种总结反省的能量啊，所以说在年尾的时候我们去看桃花，可能它一个呢是我们内心的一种，可能是灵魂的一种召唤啊，我们想要一个人陪，我们想去谈恋爱，我们想去跟外界去接触去连接，我们想创造连接出新的一种关系啊。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可能也是在年尾的时候，我们也会去深度的反省我们可能已经有的关系。那么这个所谓的关系，它是要继续的深入，继续的去连接，继续的去我们所谓的正式化，还是说这种关系是不健康的，是需要我们放手的。所以我们今天呢会从2个方面，一个是外在我们去看啊是什么样子的关系，什么样子的人，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关系的状态，我们也会从内在的去分析一下，那么这个是我们灵魂如何的一个召唤，又或者是我们内心怎样的一个显化。我们来连接年底的这个桃花能量，从感情的这个方面啊入手，去看一下我们在这个时间段我们的一个显化，或者是我们的一个吸引。好，那我们今天呢也会附上啊，除了这个年底桃花的讯息之外，我们也会加上就是来自宇宙对这3个月啊给我们的一个爱情，给我们的一个感情的一个传讯。所以说如果你对这个占卜的主题感兴趣的话呢，我们就来进入到今天的选牌环节。好，那今天选牌呢还是和往期比较类似啊。那我这边呢有提前的给大家选择3副不同的塔罗牌组，那放在你的面前。我们呢从左往右啊，分别是第1组、第2组、第3组。从左往右分别是第1组、第2组、第3组。好，第1组牌的朋友，我们这里的能量宝石今天是一个粉色的水晶，那么它的小名呢叫1颗星啊，这是一个比较偏红的粉水晶啊。好，然后我们前面这个塔罗牌是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法国那个 Marseille 的那个牌组啊，给大家看一下吧啊，挺漂亮的哦。好，就这种很简单的那种画面啊，经典的这种。比较以那种数字符号为这个画面的一个塔罗牌 Marseille。 OK， 好，这个是第1组牌的朋友啊，我们这边的能量啊，这边塔罗牌和这个能量宝石。那第2副牌的朋友呢，我们这边是一个紫色橙金啊，这个小名就是五花肉，是我很早以前的一个能量宝石啊，还是非常的喜欢，非常的漂亮啊。来，紫色橙金，这个是第2组牌的朋友。然后我们的这个牌，这个好像是那个Rejoice 塔罗啊，是那个Paulina 的塔罗牌啊。那然后里面的画面是这样子的，好，很可爱的一个样子。好，我们这个是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的牌，然后是你们的能量宝石。 OK， 好，五花肉，紫色橙金。然后呢，第3组牌的朋友，这边的能量宝石啊是这个白水晶啊，它好像没有小名哎，大家觉得它的小名叫什么呢？挺小，体积小，能量很强啊。这个透明的这个白水晶能量是对应在我们的顶轮啊，帮我们去打开，去连接这个比较高频率的一个能量宝石。 OK， 好，然后我们来看这个第3组牌的朋友，这个塔罗，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白塔罗，白色塔罗吧，然后里面都是这种白色的画面啊。对，好，这个是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的牌，然后呢是你们的一个能量宝石。 OK， 我们都放好了。
那接下来呢，就是为了帮助你们吧，跟这个牌组的能量进行一个好的能量上的连接，那么我会建议你呢，跟我一起做一个简单的冥想。好，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深呼吸。我们来连接一下宇宙的能量，然后呢，让我们一起来问宇宙：宇宙，请你告诉我，那么我年底桃花的能量是如何的？那么年底最后的3个月，10月、11月、12月，那么来自守护灵宇宙给我的一个指引和讯息，关于我的爱情，关于这个感情方面宇宙有怎样的一个指引、建议或者是重要的提点呢？感恩宇宙。好，深呼吸，睁开你的眼睛，看向你面前的这3副不同的牌，或者是能量宝石，然后呢，用你的第一直觉去感应一下，究竟哪一副主牌，或者是哪一颗能量宝石，在当下和自己是最有对应、最有连结的呢？那由于我们这边呢是一个大众占卜嘛，所以有些朋友如果说你在连接能量的时候，觉得有其中一副牌，然后呢另外一颗宝石同时都非常的吸引你，那么我建议你呢2组牌的讯息呢都听听看，看看你自己当下跟哪一组牌的能量是最对应的，或者是说可能2副牌的信息里面都可以找到跟自己有对应相关联的一个指引好，那如果说你已经选择好了属于你的牌组的话，我们就来听听看关于你的年底桃花讯息，你的年底桃花运势了那我们就待会儿见。嗨，大家好，欢迎选得到第一副牌的朋友那你们呢选的是这个粉水晶，我们的1颗星。好，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你的年底桃花年底桃花，我们看的是你的年底桃花运势，然后呢也是看年底关于你的爱情一个来自宇宙的指引，来自宇宙的一个讯息嘛。所以呢我们在进入到今天抽牌之前呢，先来看一下第一副牌的朋友那么关于这个年底桃花，我帮你们抽到的一张能量牌，今天的一个指引牌是什么呢？今天呢我抽到的是这个那么这个牌卡它的这个能量比较的多。那首先呢就是我们看它的这个画面吧，我们今天的这个是 Herbal Astrology， 就是它讲的是植物有关的嘛，它是把植物和占星的能量放在一起。那么我们就看植物它对应的是什么，是风铃木可能很多朋友已经可以从这个画面里看到这个风铃花风铃木很漂亮的一个那个植物那么这个风铃木呢，在这个比方说远古或者是说在这个药用里面，它是可以帮我们去增加气血的，或者是补气补血有些那个传统的那个医药就是拿来那个树皮煮水去补气补血。然后呢这副牌的第2个能量呢就是这个月亮和冥王星月亮和冥王星。我们看这副牌，这是占星里的能量风铃木，然后我们这里的一个关键字给的是这个 metamorphosis， 它讲的是这个变化形态变化形态。其实我们也很好理解这个变化形态就是它的这副牌的能量是从这个女性的一个比方说月周期它的这个能量里，每个月这个女生她会有这种变更，身体会有变更，那么它的这个变更的能量，我们可以很强烈的感受到，就是每个月它的这个变化，女性的身体它在每个月的时候会有一个变化。我们在讲旧的可能要离去，新的会慢慢的去在这个黑暗当中去形成以及稳固。OK， 所以我们的月和这个冥王在一起，它代表的是什么？它代表的是我们的一个内在的，或者是说好，我们先不讲内在，我们先讲月亮吧。月亮它代表的是我们的一个比较隐私的一个自己，跟太阳的能量相比的话，太阳可能更多的是向外那样子的一个形象，我们用怎样的形象去对应外面的世界。那么月亮呢，是我们以怎样的一个状态去面对内心的自己，就是晚上回家以后我们可能不用再陪笑了，我们不用再去难过的，或者是我们不用再去应对那些事情，
我们以一个更加真实的、一个更加内在的一个感受啊，去了解这个我们所谓的自我。可能这个自我是觉得很舒服的，或者是很需要隐私的，或者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或者是一个很需要人陪伴的，这是一个内在的自己。这也可以讲是一个真实的自己，对吧？一个情绪里的一个自己，一个像水一样柔情的自己。那么在面对这个冥王星的时候，他讲的是冥王星啊，他就讲的这种变化啊，是一种比较剧烈的，或者是比较真实的一个很原始的一个力量啊，一个很能量很强、很收缩的这样子的一个能量。你看，他把他的面具拿下来，去呼吸吐气。看这个呼吸吐气之间是日月的精华，拿下这个面具代表的是离开那个旧的自己，从而形成在周期里形成一个新的自己。所以这个能量是什么呢？大家看这个啊，你看这个地方也是一个辞旧迎新的感觉，新的自己，风铃木开出美丽的风铃花，就很美丽啊。整个变化形态的过程是美丽的，是一个辞旧迎新的，在我们所谓的桃花，也就是在感情关系里去丢掉过去那个可能我们不太适应的，或者是觉得那不是真正的自己，而是迎来或者是在这个感情关系里去形成一个新的自己，一个对自己新的认识，或者是感觉到自己其实在感情里需要的是一个真的东西，一个我们内心那个灵魂所召唤所需要的那一个情感的连接，可能这个连接更加的真实，更加的具象化，或者是更加的强烈啊，更加的强烈。我们有这个冥王星更加的强烈，这种感受、这种感知更加的深入，更加的原始啊。所以说，这个第一副牌的朋友啊，我觉得这个年底桃花的能量啊，是这种，我觉得是很针对于你内心世界真正的需求。不是别人邀你，或者是别人需要你，别人希望你形成什么样子，而是你内心世界里，月亮内心世界里真正的自己。我觉得是欲望当中，或者是原始的那个需求，会在年底桃花的这个状态里面去显化出来所以是真正自己内心的需要，情感的需要，我觉得是会出来。再一个呢，就是在这个需要里面可能会需要把过去自己的那个形象我们所谓的把它分离出来。我们必须得勇敢的面对内心的需求，才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能量频率，去吸引跟自己内心所匹配的、一致的、具化的另外一半。好，那么这里呢，是我们今天对主牌的一个分析，一个比较直接，就是跟能量去做一个对应和解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是具体的看，通过塔罗牌我们来看，那么你的年底桃花究竟会吸引怎样的一个人，或者是年底桃花的这个运势究竟是如何的流动我们来抽一下牌。好，你说告诉我们第一副牌的朋友，抽到粉水晶的朋友那么你年底桃花运究竟是怎样的呢？我们对应的是10月、11月和12月，感恩宇宙。好，我们来抽一下牌。OK， 第一张牌是金币6的一个逆位，第二张牌是宝剑9的一个逆位，然后呢是恶魔的逆位。好，先抽3张，我们先来看一下在这3张牌里面呢，我听到的讯息就有一部分第一组牌的朋友，就是如果说在这个如果你现有的关系，这个关系可以是任何的关系因为我们在讲这个桃花嘛，它不是说一定是什么样子的具体的关系，有的时候这个桃花它指的是可能是暧昧的关系，可能是暗恋的关系，可能这个关系还没有真正的确定下来，对吧？这个都可以是算作我们的桃花或者小桃花。金币6的逆位呢，我是觉得有一部分朋友，如果说你在的关系里面你可以去检查一下，因为我感觉到就是说，如果是有这样子的一部分朋友，你们的关系现有的一个可能在发展的一个人吧，
可以这样讲，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个人有些地方还是让你不是很确定，或者是让你觉得不是很健康，或者是让你觉得不是你内心真正的需要的话，也满足不了你内心真正需要的话，那么你年底的这个桃花的运势里面其实是宇宙在召唤你去维护一个平衡吧。去维护一个内心的平衡，去勇敢的改变，去勇敢的破除某人对你的一种可能是能量上的压制，或者是情感上的勒索，又或者是控制因为我这边看到宝剑9，有的时候可能在晚上真正没有人的时候，很安静的地方，可能你会更加清楚的看到内心世界，或者是更加清楚看到你内心的挣扎，或者是更加清楚看到你心里的一种不满。那么金币6呢，在告诉我可能这个关系在某些地方是不平衡的可能对方在付出方面远比你少，或者是说对方在某些方面对你的要求过多可能管你太多，因为我这边有 devil 恶魔，可能管你太多。这个关系在某些地方可能是失衡的，因为一个很健康的关系，可能它需要的是大家相互的体谅有一部分的介入，但是又给予彼此空间和自由。可是当下的这个能量，可能有一部分朋友在生活里面感觉到的是对方那种有一点压抑，有一点让你窒息的，或者是过多的干预，又或者是你自己在这个人的关系里面出不来，你觉得太过于多的去被他的能量所压制和吸引所以我这边看到3张逆位的牌，金币6、宝剑9、devil，而且尤其是 devil 这张牌，觉得好像有一部分第一组牌的朋友，如果你有这样子的一个人的话，站在发展的话，那么年底桃花里面，我觉得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改变，需要你去勇敢面对。好，那么我们继续来抽牌我们再来抽3张牌卡。好，我们留这个宝剑国王的一个逆位 OK。然后我们有权杖1，然后有一个魔法师的逆位。好，那么年底桃花的运势里面这边其实第1号牌的朋友，你们会遇见一个还蛮能量非常明显、很突出的一个个体这个人呢，非常有可能是一个他应该是看起来成熟，但内心却有一点不是很成熟这样子的感觉，就是看起来给你的感觉很成熟，但事实上你跟他走近了，跟他交心了，你会发现这个人其实有的时候还挺幼稚的，或者是有的时候让你的感觉是还蛮年轻活泼的感觉我们这边看到的是这个人年底桃花里面你会遇到的这个人他可能会在工作上，或者是说在这个社会圈子里面给人的感觉是有一定的权威性的。比方说他可能在某些领域里面就是很厉害可能是工作方面很厉害，或者是说让人觉得他在这个就是给别人给他的印象，朋友圈里别人同事朋友给他的印象就是说这个人还蛮成熟的，蛮能解决问题的，蛮有担当的。这个人呢，在跟你之间的这个联系里年底桃花里是属于一见钟情、一眼定情的感觉，你们会感觉到那种很强烈的那种拉扯和吸引。我们这里是一个火元素1嘛，所以很强烈的那种，可能是我们在讲异性这个是异性能量，就是一下子能够感觉到很强烈的异性能量的吸引如果你阳的话，对方就是阴性能量；如果你是阴性能量的话，对方可能就是阳性的能量特别是对方是阳性能量会更强，在我们这个牌组里面。那么如果你自己的能量跟他的能量遇见以后，你们可能会感觉到有一种强烈的熟悉感，或者是对方可能很性感，或者是他很能够吸引到你。这个人有可能他外形方面，因为我们这边外形方面可能非常非常的对你的口味。比方说对方可能是比较高的如果是男生；如果是女生的话，可能这个人就特别的明艳型特别的漂亮，或者是说身材特别的好。所以我感觉到就是他在某些地方是给你的感觉是第一眼就是那种大帅哥、大美女的感觉，你能在这个外形方面一下子被这个人就是拉过去一下子被这个人拉过去，你能感觉到这个人在你的
能量磁场里面，因为这个是国王能量嘛，非常的高啊，非常的高，可能他的条件方面呢，外形方面就是特别的符合你的要求，符合你的审美，踩在你的那几个点上面，所以你可能会一下子把这个人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就是去崇拜他，或者是就是欣赏他，对吧？欣赏他。那么我也看到对方就是也能够在人群当中一下子看见你的眼神，看见你的眼睛，觉得你在注意他，那么他也是立刻马上被你吸引被你吸引。然后呢，我们看到这里就是这个魔法师的逆位这张牌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你年底桃花里的这个人他其实呢有可能话多，但是他的话说不到点子上。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可能会跟你聊很多事情，但是你想聊的那几个话题呢，对方可能会有所逃避。所以我刚才讲，这个人可能看起来很成熟，但事实上在感情方面可能还没有你成熟呢可能还没有你成熟呢。所以这个人的出现，因为我看到他可能非常对你的口味，非常的踩中你的点，所以我们今天的月亮和这个冥王星这样子一个牌卡，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会因为你遇到年底的这个桃花，这朵桃花，而勇敢的在踏出自己的舒适圈。就刚才我讲的，可能有一部分第一副牌朋友比较的，比方说你是内向型，你是这个内向不一定是针对你工作这个内向可能是针对于你的感情生活，可能是被动的，可能是内向的，可能是害羞的，可能是内敛的，对不对？可是呢，因为你遇到了这样子的一朵桃花，因为你想把握它，因为你被它吸引，因为你很喜欢，因为你很想去让自己的因为我看到这边有一个很强烈的需要，就是你的 desire， 你的欲望，你的需要，你就觉得这个人就是很想去，比方说很想脱单，很想去体验爱情，很想去让自己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或者是很希望自己能够真正的走入某人的心，然后让对方也深入的走入你的心，因为你的这些想法，所以你吸引到这样子的一朵桃花。那么他来到你的生命里面，他以一个很强势位的地方，就是正中你的那几个点，就像好像你被那个丘比特射中一样，然后你觉得哇，这个人我是很喜欢的，我是很想去把握的，我是很想跟他谈恋爱的。所以你会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能量的摄入就是去勇敢的改变自己。可能之前你是被动的，你是害羞的，但是因为他的出现，因为想把握，因为想谈恋爱，所以会勇敢的让自己勇敢起来，勇敢的让自己去改变，可能会主动的发第一条短信，可能会勇敢的去让这个人看到你的存在，或者是勇敢的去跟他打招呼，勇敢的去说一些话，聊一些天勇敢的去走入他的生活，哪怕这个人身边可能还有别的桃花，或者是他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但是你不会因为那些人而惧怕而后退，而是勇敢的让自己上前，去打破自己舒适圈，去走入自己那种，因为这个冥王出来是强势位，你会激发出自己的潜力，你会激发出自己的那种 power， 你会把自己的那种强势的优势的东西，就是被它激发出来，更加勇敢，更加自信。因为冥王星一定是一个很强势的，就是觉得自己手中内心里面充满了力量，去征服这段爱情，去征服对方的心。OK， 所以对方这个能量里面风象星座的能量很多，然后呢有这个处女座，有这个双子座有火象的我们这边可能有天蝎的能量，有巨蟹的能量都有出现，包括摩羯星座都有出现在天平星座，都有出现在我们这一组牌的能量里面，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组神谕卡。我们来看一下年底桃花来自宇宙的一个指引，来自宇宙的一个方向我们这里讲的是灵魂的旅途。我们来看一下来自宇宙的信息是什么呢？给你的重要提点。我们抽到的是一个耐心。OK， 这张牌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是需要酝酿的，是需要一定的培育的慢慢的走入，慢慢的去打开。而且呢，这个牌卡出来以后，我觉得也跟刚才我连接的讯息有关就有些朋友呢，因为我看到前3张牌，如果你是单身没有这样子的关系在身上的话，你就直接跳到我刚才讲的第2部分，这3张牌的能量去对应你的年底桃花讯息了。
新桃花，对吧？但是如果你有一段关系在身上的话，或者是你其实当前就像我刚才讲，可能有这样子的一个人的话，那么你还需要去跟这个人之间做一个怎么讲呢？就是辞旧迎新吧，或者是说去离开，然后呢去走入新的世界。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更加需要你的耐心，包括怎么样去看待当前的这个关系，怎么样让自己勇敢的走出这个人对你的一种控制，对吧？都需要你的耐心。那么跟新的桃花，或者是单身的朋友，就是跟这个人，宇宙给你的指引是，这朵桃花需要你用心的经营，需要你勇敢的面对，不能轻言放弃，还要有耐心。因为我们在建立一段新的关系的时候，不是说你一过去，你一发短信就立刻马上联系上，还需要你用心的培育，耐心的去发展。OK， 那么一切的事情都是按照宇宙的一个天时地利人和去发生的，所以你要记住的是，如果你想去勇敢的把握去征服，去面对那个内心当中最真实的一个想法的话，你就需要去做好你能做的地方，做好你该做的事情，把最后的这个结果和宇宙一起去创造，就是不要把自己跟那个结果联系的太狠。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说你跟他发了短信，对方可能没有立刻秒回，你就会觉得很挫败，或者是你觉得天哪，我这么被动的一个人，我跟你发第一个讯息，你居然不秒回我，你就会，如果你觉得很伤心很难过，或者你觉得很难接受的话，那么这个人就对了，他就是在挑战你的这种耐心，他就是在挑战你能不能够继续的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推进。所以月亮和这个冥王在一起，虽然他的这种，我觉得这种快速和强烈的能量在于这个人出现在你的生活里是强势走入，但是真正的去相处和接触，他对你灵魂的一种考验，或者是对你灵魂的一种培育，在乎说你能不能够慢慢的勇敢的坚持的，哪怕有的时候可能并不是你以为的你想象的方式，你能不能够继续坚持，你能不能继续勇敢的去等待，你能不能够去让自己，我们所谓的打破自己固有的一种方式，来让自己的内心，来让自己的灵魂有更强烈的一种接受度，来让自己的内心有更强的一种我们所谓的怜悯之心也好，或者是说同情之心也好。也许对方在忙，你能不能去理解他？也许有的时候你自己我们这个地方也是看关系的时候，我们呢反过来也是看自己的为人处事，有没有之前我们是过于的急切，而面对这个人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给予更多的同情？那么我们去反省的时候，我们也是在看，也许以前我们对某个人太过于急切，也许我们以前对某个人太过于没有耐心，所以情感的关系，亲密的关系是最好的一个地球上的一个课堂让我们去学习，我们去反省，我们去反思自己的时候，也让自己去成长。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是这个 patience， 黄色代表的是我们太阳神经丛脉轮，我们的胃这个地方，我们的这个胃火去燃烧火象能量，燃烧的是什么？是我们的激情，是我们对未来的期许。那么我们的这个太阳神经丛脉轮也在对峙我们的自信心，当我们有些事情不如我们心愿，不如我们以为的那个样子的时候，我们能否继续自信勇敢的去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显化它，去推进它，去相信它？这个也是我们的这个耐心里面所包含的能量，这也是我们在年底桃花里面我们的灵魂可能召唤的、显化的、希望的一个成长方向。好，我们放这里好，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张牌卡是来自宇宙的一个建议来看一下，宇宙给第一副牌的朋友如何的指引和建议呢？感恩宇宙。关于你的这个年底桃花宇宙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好，这个是成为一个白色的魔法师，哇，好厉害哟！这张牌呢，给我的感觉是什么？我们要对自己的语言精湛。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勇敢的去表达，
我们不要去违心的说话，我们要勇敢的说出心里话。白色的能量是什么？白色的魔法师啊，白色，我刚才讲这个白色水晶的时候，就说白色对应的是我们的顶轮，它代表的是一个连接的位置，它代表的是我们和这个宇宙之间的联系。所以白色顶轮的能量最可以去体现我们魔法师的能量，就是我们从天上或者是我们从宇宙那里得到讯息，然后通过我们的嘴巴去表达出来。那么说出来的话是什么？是宇宙的传讯。那么对应在年底桃花里面，对应在你跟这个桃花的这个关系和相处里面，就是我们要勇敢的说出，准确的表达我们内心最真实的话。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发了讯息，对方没有秒回，这个时候你的心里真正的话语是什么？是希望对方在接到你讯息的时候，能够看到你对他的关心，你对他的关注，并且能够回应你的这一份真心。那么这个时候你说的话语是什么呢？有第一种情况，我们去抱怨他，你为什么没有回我的讯息？我们去质疑他，你在做什么？你在跟谁在一起？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回应我，对不对？那么这种表达是不是我们内心最真实的？不是呀，因为我们最真实的反应是我们希望对方能够回应我们的真心。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表达出抱怨的话，对方可能就觉得我们在埋怨他，不理解他。而我们是不是不理解呢？可能很多时候都不是，我们其实是真的很急，我们是真的很关心他，对不对？所以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我刚才讲的啊，我们要能够准确的说出我们的心里话，与其去抱怨他，不如你看去表达这个魔法啊。白色的魔法是什么？是把我们之前在讯息里面想去表达的关心和问候，在此时此刻连接的时候说出来，对吧？对方可能会说啊，你怎么跟我打个电话，我多少没有接到？哎，这个时候你就有机会了，你就有机会去问候他，你就有机会去跟他连接，你就有机会去告诉他你那个时候是什么想的，你那个时候想跟他说什么，那么当前又想跟他说什么，把这些话语啊，用一个我们在讲一个很高频维度的一个角度啊，去表达出我们内心最真实的，带着爱的，带着关心的，带着理解的这样子的表达去跟他连接，那么对方是一定能够感受到你的爱，并且感受到你的智慧，并且感受到你的频率很高。如果你在第一眼遇到对方的时候觉得对方是男神和女神，那么在你跟他连接和沟通的时候，对方就能够感受到你跟他的频率是同频的。你是宇宙的孩子，你是像宇宙一样也有神性的，你也是国王，你也是皇后，你是可以跟他匹配的，你们两个人是可以聊到一起，玩到一起，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的，是非常好的，是非常匹配的另外一半或者是彼此。所以呢，这里啊就是第一组牌的朋友，我们今天所看啊，这个年底你的桃花运势，年底来自宇宙给你的爱情讯息，以及年底10月到12月 OK 我们会遇到如何的一个桃花的一个能量的指引。那么希望这个信息呢能够对你有所帮助。那么在这里呢就提前祝第一组牌的朋友，祝你们感情顺利啊，桃花朵朵开。那我们呢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二副牌组的朋友。那你们呢选的是这个橙色紫金啊，我们的五花肉。好，到这里。我们今天呢要来看的是有关于你年底的桃花运势啊，以及来自宇宙当下呢给你的一个爱情讯息。对应的时间呢是2024年的10月到12月。那我们呢在抽牌之前，首先来看一下第二组牌的朋友啊，来自你们的一个指引牌，我提前帮你们抽好了啊。这副牌里的能量比较的多，我们就一个一个的来看啊。首先呢，我们来看的是这个达米安娜啊，这个就是一个达米安娜的那个树啊。这个树呢，它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功效啊？就是说，古老的时候，这个树的叶子可以帮助去这个催情，帮助这个在感情里的一些比方说身体方面啊，可以去帮助去修复啊，或者增强它的这个吸引力啊等等。然后呢，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能量呢是来自于这个星座啊，就是占星里面的一个是金星，一个是冥王啊，一个是金星，一个是冥王。很明显了啊，我们这边的金星能量它代表着连结，它代表着创造新的连结，它代表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那么加上了这个冥王星的能量呢，其实把这个关系啊，它带的比较的我们所谓的更加的深入了啊。那么当关系深入以后呢，它就会到达亲密关系。所以我们今天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是绝对跟桃花跟爱情是非常非常连接，非常非常紧密的。可以这样讲，我们去看你的年底桃花信息，直接就是在你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或者是一个很强烈，因为冥王啊代表着 intensity 啊，它代表的是一个很深入的关系，能够让你的心打开，能够让你去爱，或者是让你感受到这种很轰轰烈烈的这种爱情的能量啊。所以说第二组牌的朋友，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你年底桃花今天的主牌指引牌就是在讲爱情啊，就是在讲爱情。那么第三个能量我们看到是关键字的 beloved， 这张牌其实它的能量就是想说 OK， 这张牌里面带着灵魂伴侣，带着这种亲密关系，带着所谓的陪伴，带着所谓的爱情，在你的桃花运势里啊。所以第二组牌的朋友，无论你当前是有潜在的交往对象，还是说你完全是单身的话，你都可以期盼着在年底的时候，你的桃花运势非常的旺。OK， 年底你的桃花是很旺的，你将遇见一个在你生命当中感情生活里非常重要的、很关键的一个人啊。我觉得是要么呢是跟他加深连结，要么呢就是遇见他和他连结在一起。好，我们把它先放一边，然后呢我们来抽牌。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组牌的朋友啊，你们的年底桃花运势。我们让宇宙告诉我们，选择到第二组牌的朋友啊，年底桃花能量是怎样的？第一张牌是宝剑一的正位，第二张牌是金币国王的正位，第三张牌呢是宝剑八的一个正位。好，我们先抽三张牌看一下，我们来解一下这个第二组牌的朋友啊，你们的一个年底桃花啊相关的讯息。这边其实我觉得很多朋友啊，我看到的能量是说，其实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吧，或者是其实你已经对感情有了新的认识。我觉得很多朋友你们已经走到了一条感情的新的路线上面。什么意思呢？可能你之前对感情是一种领悟，觉得感情是什么样子，爱情是什么，但是我觉得你目前或者是最近或者是当下，我觉得你们对感情有了新的领悟。如果说之前你可能觉得感情是冲动的，是荷尔蒙的，是我们所谓的一见钟情的，是不需要理性、不需要解释的，不需要逻辑思维去判断和想法的，那么我看到的是当下第二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对于感情现在更加的成熟，更加的在感性方面里面增加了一份理智，多了一份成熟。那么这个能量可能来自于你过去在感情里的经历，也有可能是来自于你听到的、看到的、你学到的。你在过去的一段时间生活里面，通过自我的一个反省，通过内心的一个成长和成熟，我觉得很多朋友，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在对感情的理解、领悟当中已经有了新的深入，或者是有新的一个深度。所以我们今天第一张牌是宝剑一，我看到的是很多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其实是准备好了准备好了什么意思？可能是你在心理上已经成熟了，你在物质的这个社会当中已经有一定基础了，你在自己的情感方面也已经有一定的这个我们所谓的有成熟度，有一定的领悟，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需要什么，想要什么。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宝剑一是一个非常理性的看待你自己的感情，非常理性的去对爱情有一个比较我们所谓的一个很中立的不是过于美好的，但是也不是所谓的很消极的，一个很中立的一个看待。可能感情对于你来说不再像以前一样是你的必需品，但是仍旧你知道感情是美好的，至少有它美好的一部分。所以感情对于你而言，它是一个锦上添花，它是一个能够让你更快乐，或者是说你只想去吸引，你只想要去拥抱一份能够让你锦上添花的爱情。OK， 这个是宝剑一，我看到你对于你的未来其实还是充满希望的，你对于爱情的美好还是给予肯定的。
那么第二张牌呢，我看到是很多朋友啊，第二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的灵魂就是当下我去看你们的能量的话，我觉得你们非常的成熟，非常的稳定，非常的自信。那么这3个能量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你生活里的努力。有些朋友这边我看到是什么？就是在物质的生活当中，我觉得你们是有一定基础的。这个基础可能是我们平常俗气一点的讲，可能你是有这个物质财富的，你是有财力的，能够支撑起你的爱情的。还有一部分的朋友呢，第二组我觉得你们是在过去的一段生活里面已经找到了能够去，比方说供养自己的身体 ，OK， 能够找到去赚钱的方法，或者是已经看到了你的价值，已经定位了你在社会当中的一个高度，有一定的权威，有一定的领导性，所以你对自己的肯定程度也是非常好的。你知道的是，就算哪怕没有爱情，你也仍旧能够过得非常的好。你有自己的圈子，你有自己的朋友，你有自己的家人，无论这个家人是原生家庭里的成员，还是你后来 OK 认定就像你家人一样的朋友。所以我觉得你们在心里面是非常接地的，非常实际的，非常去踏实的，有一个很稳定的一个后方。这个后方可能对于你来讲，它包含很多很多的内容，不仅仅是物质的，也有比方说社会给你的责任啊，你的这个官职啊、头衔啊，还有你的这个职责你的这个理想啊，很多很多东西都在这里。金币国王第3个能量呢是在讲，有一些朋友我觉得我看到这个地方嘛，我就觉得如果说有这样子的一个潜在发展对象，或者是有这样子的一些事情，如果让你觉得好像就说你可能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但是对于目前的这一个选择不是那么的确定的话，又或者是有一点被怎么讲呢，就是我看到这个能量是停下来的。宝剑8就是有一些事情，如果你觉得自己当下是有一点好像想不清楚，或者是没有办法做出决定的话，那么你需要去让自己静下心来。因为我觉得第2组牌的朋友，你们是绝对有实力有能力 OK， 你们要相信自己能够去看破，能够去看到你心中真正的那个远方，那个目标性。有的时候我们在特别是感情因为我们今天就讲感情，所以我就直接讲感情。如果是在感情关系当中，人与人的关系当中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因为想要得到某一个方面，比方说想要人陪，比方说想要去有这样子的人谈心，或者是有这样子的人陪伴，而没有办法去得到我们最想得到的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可能是承诺，那个东西可能是彻底的去我们所谓的真实的投入而不是说只投入一半，或者是说今朝有酒今朝醉。就是我感觉到第2组牌的朋友，你们是有期待的，你们对未来的那个结果是有想法的。如果说当前的某个人或者是某个潜在发展对象让你觉得有一点好像束缚住了你的一个对未来的一个期待，或者是你觉得自己因为在这个人的世界里，或者是在跟这个人的交往里面，你认为自己有一点被束缚住了，或者是你看不到希望的话，那么你们需要的是什么呢？第2组牌的朋友，你们需要的是自救。这个自救其实既容易也简单。容易在于说你们是有能力可以自救的，因为它无非是我们今天的冥王，它无非就是改变，无非就是放下，无非就是丢掉。那么难的地方在于什么呢？难的地方在于看破。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人就是很难丢掉已有的东西，对吧？念旧，或者是说离开这个安全和舒适的地方。可是有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去勇敢这边可能是针对一小部分朋友，我们需要去勇敢，勇敢的去看，勇敢的去爱，勇敢的去相信我们的那个理想。所以这里也有一部分朋友，这个宝剑8和宝剑1在于说，也许关于你跟他，就是有一些朋友如果是有潜在发展对象的话，也许也在于说你需要跟他2个人更加的开明，更加的坦诚，更加的真实的去聊，去面对你们的这段关系，而不是停在表面。因为冥王星出来它不是表面的关系，它是要走入心里，走入灵魂，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好，我们继续来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0月到12月的桃花运势第一张牌是圣杯9，好，放这边吧。来，第2张牌，接下来3个月，10月、11月、12月你的桃花运势。第2张牌是一个金币侍者的一个逆位，
好，最后一张牌，最后一张牌我们抽到的是权杖侍者。 OK， 好，这边是这样子的啊，第2副牌的朋友，我觉得在年底之前呢，我觉得会有2个人的能量跟你之间在感情线上是有交叉的。那么这2个人呢，有可能有一个人当前是你的这个就是在发展的这个人，或者是你认识的这个人啊，无论你们关系走到哪里。那么还有一个人呢，也许是你在未来10月、11月、12月啊，就是可能会遇到的一个新人。这2个人的能量在你的当下生命能量磁场里面啊，包括未来3个月，其实他们的能量并没有那么的强烈，因为你们2个人的关系还有待发展，有待去探寻。可是呢，在这2个人的跟你之间的交叉能量里面，我觉得你需要做一个选择，你需要做一个爱的选择，你需要去相信你自己的梦想是可以实现的，你要去做一个能够使你梦想实现的一个选择。圣杯9，其实第2组牌的朋友，当前你们的爱情运势是非常旺盛的啊，可以在讲你目前的爱情能量是很吉祥的。你要相信自己是值得被爱的，你要相信自己，就是说你可以去驾驭一段有质量、有品质，能够让你锦上添花，能够让你更快乐的感情生活啊。这个是圣杯9。我觉得很多东西，尤其是在感情方面，你要相信的是丰盛，你要相信的是你可以，你能够，你应该要多一点的这个自信心。因为这个圣杯9它就讲的是情感的丰盛。OK， 情感的丰盛很多很多。你要相信的是，如果你张开你的手臂，如果你拥抱爱情的话，爱情就会就是很可爱、很浪漫的，像丘比特之箭一样的啊，就是迎接到你的身边。你可以的啊，这个是圣杯9。然后呢，我们看最近的这2个人那么今天我看到这2个人的能量啊，就是有一个人呢可能是火象的，有一个人呢是土象的。这2个人的能量呢，在你的生命，就是在就是你现在或者是未来的一个能量里面，你可能会觉得这2个人的性格还是差异性蛮大的。但是呢，我看到就是这2个人跟你之间的这个能量的交叉没有到达冥王星、金星这样子的一个深度吧。但是啊，这2个人都是非常有潜力的。就是我看到的是第2组牌的朋友，就是你的桃花运啊，未来的10月、11月、12月，你需要尽快的做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在于说你要选谁，你相信谁。那么这个选择再往前推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心里，就是说你认为谁才是真的能够给你那个目标的啊？谁才是真的能够使你快乐的？谁才是真的那个能够让你，我们所谓的通过不仅仅是爱，还有理性的分析和判断，是值得你去牵手的。因为有的时候在面对感情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这种两难的选择啊。有的时候桃花运比较旺啊，可能有一个人是你一个很喜欢的，但是你知道这个人可能是危险情人，你知道这个人可能不靠谱，你知道这个人可能会有隐藏的什么危险信号啊，或者是说这个人他可能有点不靠谱啊，但是你就是疯狂喜欢他，或者是你就觉得这个人很性感，然后他吸引到你，对不对？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个人，你知道这个人对你很好，你知道这个人很靠谱，你知道这个人他可能跟你很合适，但是你可能就觉得说这个人好像差点什么。也许这个人他因为对你好，但是呢你觉得这个人没有那么多的挑战，或者是你觉得这个人他某些地方好像没有能够激发出你的那种欲望，那种征服的欲望，或等等很多很多的这个我们所谓的心理上的一些 想法呀等等。而且每个人对于感情里的追寻，每个人对于感情里的那个点最能够吸引到你的那个点，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我可以看到的是第二组牌的朋友，年底桃花你真的很旺，两个人同时的，我觉得两个人同时非常的就是开心，非常的愿意跟你走，跟你连接在一起，跟你去，我看这个地方就是这个你看 beloved， 就是想跟你在一起，想跟你牵手，想跟你连接，想去了解你，想去爱你。那么你需要的是什么？就是选择。而且我看到这两个人有一个人，或者是说也许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也是那种对感情就是要么不谈，要么就是认真到底的人因为我这边是金星和冥王在一起，也许你们也是这种人，所以你们可能对于这个选择也是很谨慎的，也需要你们谨慎。因为我看到金星跟冥王在一起，就是说一旦你做出这个选择，一旦决定跟这个人在一起，相当于你和对方都要为这个决定
买单可能要真的去投入自己的感情，投入自己的时间，投入自己的精力，投入自己的财力很多很多东西都会放进这段关系里，来孕育它，来深入的走进。OK， 所以说这边第二组牌的朋友，我看到是这样的信息。那么这个人呢，我觉得是土象的，要么就是火象能量都是很强烈的。那么这边我看一下星座的话，白羊、射手，然后狮子座，然后这边也有金牛、摩羯和处女座我觉得是有这样子的能量火象或者是土象会有2个人，我觉得是同时的进入那么火象能量的这个人呢，我觉得更加直接，就是带着他的心意带着他的这个情书，带着他的这个邀约走入你的生活，比较的高调，比较的直接。那么土象的这个人呢，可能会有一点隐晦。土象的这个人呢，给我的感觉更加的有战略性，更加的就是说可能会有一点试探吧，可能会更加隐晦的，就是去试探，去猜，然后呢去感觉，或者是说这个土象的人呢，他有一些事情，因为我今天的这个土象的能量是一个逆位的所以他可能会在某些能量里，就是说我感觉到他有一点不是很自信，因为我这边看到第二组牌的朋友，在他的心里你很好，在他的心里也许你比他还要好，你比他更加优秀，你比他更加成熟，你比他更加的勇敢 OK， 那么他呢在走入你的生活的时候，我觉得比较谨慎这个土象的比较谨慎，比较的就是可能会害怕失败，或者是可能会有一点犹犹豫豫的。那么他在跟你连接的时候，这个速度也会稍微的慢一点。所以这边呢，大家去对应一下，这个也是跟人的性格有关系跟人的性格有关系，跟他们的这个真心或者是跟他们的这个能量我觉得是没有太大关系的，就是性格不同。而且这边如果有朋友，因为我这边看到宝剑8，如果有朋友第二组，当前某个人在这个关系里让你有一点不是很舒服，让你有一点看不清楚未来的话，你也需要去在这3个月里面勇敢的去打破，勇敢的去把这个迷雾把它揭开，勇敢的跟这个人说清楚，看他究竟是怎么回事。那么这样子呢，也许能够帮你立竿见影的做出决定也能够让你比较爽快的去我觉得更加爽快的，更加顺畅的去抓住自己的这个桃花运势。然后如果我要补充信息的话，我觉得第二组牌的朋友，你跟这个人的差异性，就是说你们2个人一个会更加倾向于成熟，另外一个人呢，可能在能量里更加的年轻一点这边有可能，如果第二组牌的朋友你是那个很成熟的，其实不要去排斥那个稍微年轻一点的能量去跟他连接，因为年轻就是说无论是什么能量，在我们的地球上都会有2个阴阳两面的一个显化，所以我看到年轻也有年轻的好。那如果说第二组牌的朋友你现在还小，你还是慢慢开始去了解的话，那么不要去排斥比你有经验或者是比你能量更成熟的人，就是我感觉到你们2个人在可能的年龄或者是性格的成熟稳定度上面可能会差异性稍微有一点大，但是呢你们2个人之间的这个所谓的距离其实也是吸引你们2个人的关键，所以说不妨打开心去允许爱的流入，好不好？好，那么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神谕卡。今天给大家准备2张牌，因为我们今天要连接的不仅是年底你的桃花运势我们也要去看一下年底那么关于你的感情，那么来自宇宙给你的一个指引。我们去说，其实无论是什么关系，无论是什么感情，其实最终都是我们的灵魂需要去成长，需要去体会，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看在年底的这个桃花运势和跟不同的桃花连接里面，那么有什么地方是你灵魂需要去成长的，又或者是你灵魂需要的能量呢？我们来看一下。感恩宇宙。好，我们看到是这个 self-esteem 这张牌，其实跟自尊心有关，和我们所谓的自尊、自重、自爱这样子的一个能量有关系这张牌呢，它讲的能量我觉得怎么讲呢？其实可以讲的很复杂，但是也可以讲的很简单。我觉得有一些朋友，第二组牌的朋友我刚才讲过一个能量，就说
如果你是那种要么不爱，一旦爱就深爱，一旦爱就全身心投入的这种性格的话，那么这张牌呢是在告诉你，你要知道的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有一个很中和的能量，去感受这种双人舞的节奏感，就是不是说你一下子不投入，一下子全部投入，而是说要学会跳双人舞，就是一点一点的来，一点一点的加码，一点一点的去感受。这种感觉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是有这个天赋，你是可以去爱很深，你是可以爱很多，你是可以倾盘相授的人。可是关系的时候，在面对感情关系的时候，你要学会，或者是你的灵魂也需要去学会，怎么样让自己的心慢慢的去了解，慢慢的去加强，慢慢的去深入。就好比讲，如果说这个关系走到一定程度，对方给你的这种回应，给你的这个反馈，给你的这种感受是好的，是快乐的，是让你有安全感的，那么你再加。那么相对应的，如果这段关系走了一段时间，你让你觉得很困惑，很迷茫，看不到希望跟未来，你就需要及时的去调整，而不是像之前一样，既然决定全盘托出，我就坚决的执行下去，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双人舞双人舞，一点一点的来，一点一点的加，一点一点的去感受，一点一点的去打开，会非常好。因为这样子你就不会受伤，对不对？也是有自保机制，也会保护这个关系。因为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关系其实挺有意思的，就跟那个拔河比赛也有点像有的时候可能当我们做的过多，对方可能就会当做理所当然，或者是对方就不再投入。某种程度上，可能当你做很多的时候，对方也没有机会去表达。所以我们要学会这个相处的艺术学会这个关系里怎么去相处，怎么去表达，怎么去给予，怎么去给对方机会去表达。这个我觉得是你的灵魂需要去学会的，既有能力去爱，但是也有能力收回爱。你是一个自尊、自信、自爱的人。然后呢，我们讲到这里讲到这个表达，讲到这个相处，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张牌卡。这个牌呢是说，关于你在年底3个月感情生活里和对方接触的地方，关于你的表达、沟通、相处之道，宇宙给你的建议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来自宇宙给你的建议。他说的是尽力而为，要臣服，然后呢是放手过去放手过去。这张牌其实有一个临界点呢，这个临界点讲的是过去和未来有些事情已经发生，就像那个泼出去的那个水覆水难收，讲出去的话难以收回。那么如果有些事情已经发生，有些事情已经错过，有些事情已经无可挽回的话，我们要学会接受。因为只有接受了这个过去，我们才能够继续的向前。所以是什么？放手过去。这个放手过去既有可能是原谅对方曾经做过什么样子的事情，我们要学会原谅，我们要学会去往前走。因为那个目标并不是去研究谁对谁错，而是目标是看这个关系能不能继续向前。爱的能量才是最终的指引。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放手过去讲的是什么？我觉得也是要放自己自由。就有些东西，有些关系，有些感情可能它是在当前的这个能量里，在当前的维度里，在当前的这一个频率里面，它可能也是没有办法去逆转的。就好像我们在平常讲，可能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一个人，因为我们可能也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本性，改变自己的本心。对方也同样如此，每一个人在内心里都有一个本性，都有一个本心。那么这个能量它可能很难去改变。所以在这样子的能量里，我们要学会去接受对方的原来的样子，原本的样子。那么这样子同样的，我们也能够去接受自己原来和原本的样子。不要因为一段感情而把自己变得不是自己，也不要因为一段感情而把对方变得不是他原来的样子。
所以我们这边是放下过去，去臣服，去做我们能做的，尽量就好。有些关系啊，我们在讲频率对的时候，遇见对的人的时候，其实关系可以去相处的比较的简单，比较的容易，只要我们去尽量尽力而为就好。那么当你是这样心态，你是尽力而为，你是尽己所能，勇敢去爱，但是又不计较得失的话，那么在这样的能量里，你会吸引到一个跟你一样的人，对方也是尽力而为，尽他的能力去表达，去爱你，而不计较这个得失和结果。这样子的两个人在一起，会让爱变得简单，会让话语变得直白，会让你们两个人之间的理解，会让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连结有深度，而且越来越深。两个人会在灵魂的那个深处里啊，我觉得是达到一种同频，达到一种共振，这就是灵魂的歌声。两个灵魂在唱歌，你能听懂他在说什么，他能听懂你在说什么，你能够知道他灵魂的表达，对方也知道你的灵魂啊，其实是想表达什么。这样子的两个人，这样子的两个关系，就是我们在讲很高频的那种灵魂伴侣相互连接、同频共振的关系。所以呢，这里啊，就是第2副牌的朋友，今天呢为大家连解关于你年底桃花的讯息。那么希望这些能量呢能够帮助到大家，也祝福第2副牌的朋友啊可以年底好运，祝你们桃花朵朵开。那我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3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的是这个白颜色的水晶，好，放这里。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连接的是关于你年底的一个桃花啊，我们今天对应的时间呢是10月到12月，所以从当下开始吧，一直到我们的年尾12月31号这3个月的时间啊，来看一下你的桃花运势，然后呢也是给大家连接当下呢宇宙给你的爱情提点，关于你的感情生活啊，那么宇宙有什么重要的讯息提示想要给当下的你。好，那么在我们去抽牌，我们去看那个桃花之前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就是指引牌，我提前帮大家抽到的。那第3组牌的朋友啊，今天我们这副牌它的那个能量是植物和占星的一个能量的结合啊。先看一下植物吧，今天我们这个牌里有很多植物的能量，它是这个血草啊 Valerian 血草。那血草呢其实是一个在南半球就澳洲其实挺多的啊，就是那个很香很香白颜色的花，然后呢很多人都是拿来用那个就是房子的那个栅栏上面啊就长满了那个血草，然后呢就是你走过去就能闻到非常强烈的味道，很香，香到你可能都会觉得很刺激啊，非常的浓烈的一个味道。那么血草的功效啊，血草呢其实是可以去帮助增强我们的这个睡眠，或者是催眠，可以去催眠。也就是说，可能这个血草你闻到它，或者是你用它的那个精油啊，你就会比较容易的去入睡啊，它可以很好的去帮助我们的睡眠，又或者是说让我们进入到一个很放松，可以去把一些焦虑啊、烦恼都放下来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里去啊。所以你看，他讲的这个血草跟这个第2个能量就是海王星嘛，就是当你能够放松到一定程度，把眼前的烦恼，把身边的琐事放下，你就这样进入到深层次的，你就可以进入到一个我们所谓的进入到海王星的能量磁场里面去。我们看这个人，他一部分呢是我们3D 世界物质世界里的一个人，对吧？我们在生活，我们在处理事情，这个是一个很逻辑的一个状态。但是如果当我们深度的放松，就像进入到深层次的冥想进入到另外一个状态里去，我们的精神能量是可以穿越这个所谓的凡夫这个世界的，对吧？那么海王星的能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进入到另外一个更加灵性的、更加和世界大同可以连接在一起的一个我们所谓的你的灵魂进入到一个我们所谓的合一的状态，也就是说所有的人的灵魂可能最后都是可以合一的，我们都是宇宙，我们都是世界的一个孩子。那么这个时候你的状态将会进入到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接受的状态。接受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事情你都能看开，你都能够看淡，你都可以去理解。所以我们如果想去放下，无论是放下烦恼，
是放下欲望，还是放下执着？其实如果想要放下的话，那么这个前提是什么？就是能够看破。看破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能够深度的理解。那么怎样才能深度的理解？就是我们要有绝对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共情的能量。当我们能够去理解这个人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们可能就不会那么烦恼，我们可能就不会那么犹豫，可能我们也不会那么的困惑了。所以这个能量其实它不仅仅是针对于我们在对待外界事物，今天我们讲桃花嘛，可能是对待这个情感中的另外一个人我们可能会心生烦恼，我们可能会心里有很多的不理解，我们会不明白。但是如果当我们放下，当我们用这个血草进入到海王的世界里，也许很多事情我们就能够理解了，或者很多事情我们就不会再去挣扎了，又或者很多事情我们就不会再去想太多，而是我们能够进入到深度的一个merge 的意思是融为一体融为一体，接受融为一体。那么今天呢，除了我们牌卡当中我们看到血草，我们看到海王，其实还有一个能量，就是这个老鼠。老鼠的能量它呢在我们所谓的这个就是 spiritual medicine， 就是这个灵力的一个药它是讲能量的这样子的一个能量里面。那么这个老鼠它也是一味精神药那么这个老鼠的能量它代表的是什么？它代表的是用一个很富足的心态，可以这样讲，就是说很多东西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没有办法，我不知道该怎么去用，或者是我觉得我没法子了没有办法了，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没有资源，或者是没有人能帮我们，可能我们会是一种比较缺乏的心态。但是老鼠不同，老鼠的能量是什么都可以用，对吧？你看我们在生活中，老鼠它可能捡垃圾吃可以到处跑还可以刨洞就它的方法，它的路子很野，对吧？路子很多，反正饿不到它。然后呢，老鼠的繁殖能力又很强，所以这个老鼠的能量放在这张牌里面，它讲的是我们要用一个很富足的心态，或者是觉得很多事情遇到这个难关，遇到这个困惑，遇到这个什么阻碍，我们不要轻易的放弃，我们不要去把自己局限于这个困境，我们要像老鼠一样想办法。这个办法是怎么来的？就是很多的办法，我们也可以去充分的发挥我们的这种创造力。你看海王星，它讲的是天分，它讲的是我们一些我们从宇宙那里得到的一些灵感，我们要想一些办法，而不是常规的办法。我们要用我们的灵性，我们要去发挥我们的想象力，发挥我们的创造力，去想办法解决。那么这样子，无论是什么样子的问题，感情里的问题，人际关系里的问题包括怎么样去打破某个关系它的束缚，都会有办法。那么当我们把问题解决以后，我相信很多朋友你们都会更好的，或者是更加开心的去融入你们的感情生活，又或者是去进入真正的走入这段感情生活。好，那我们讲了今天的主牌能量呢，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你年底的桃花运势。我们来一起抽牌。好，感恩宇宙。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组牌的朋友，那年底桃花10月到12月你的桃花运势是怎样的呢？感恩宇宙。好，我们先来看第一张牌。好，第一张牌是金币3，我觉得这张牌可能它有逆位的能量好，金币3，好，第二张牌是什么呢？圣杯皇后。 OK， 你看这个圣杯皇后的能量跟海王星的能量它就连接就非常紧密了。好，然后我们看第三张牌。第三张牌呢是女祭司这个又是跟那个海王星能量我觉得是很有连接的一张塔罗牌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组牌的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年底桃花宇宙怎么说。其实这个应该是一个感情里的讯息，我们先来解读一下。其实第三组牌的朋友，我这边感受到就是首先第一个吧，就是有些朋友可能在近期的这个生活里面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可能是你的这个工作场所可能是你的这个学校里的一些事情又或者是说家庭里的一些事情我就觉得这个金币3的逆位放到这个地方，它告诉我可能有的时候关系上不是那么的
协调统一吧，可以这样讲，有一些阻碍，有一些分歧，又或者是有的时候可能想法不太一致，甚至有些朋友可能在这边觉得有些时候就是你不被对方理解啊，那对方可能也会觉得他也没有被你好好的理解。所以金币3这个地方，其实我感觉到一种能量，就是说它有一种冲突性，但是这个冲突并不大，我觉得你跟你周围现在的就是这些能量啊，这种互动的能量，无论是家庭的、工作的、学校的、感情里的，我觉得你们的冲突并不大，但是有一些分歧。这些分歧呢，其实它所谓的源头，我觉得应该是大家都很希望去解决这件事情，或者是大家都很希望去把这个事情做好，又或者是大家都很想去推进。我觉得你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这个是在很核心的地方有共同的目标，但是在具体着手生活里面、物质世界里面，在具体着手去做，或者是具体的去沟通、具体去表达的时候，我觉得有这种误差性。而且人与人之间，我们在讲的是两个大脑可能不可能完全的、充分的绝对的去理解，因为我们看不见对方脑子里想什么，对方也看不见我们脑子里想什么。可是呢，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去有这种海王星的能量，就是所谓的能够去包容吧，能够去感受它，就是不仅仅是感受自己我想怎么样，我们也需要充分的去所谓的 merge 融合接受，对吧？我们也要去接受对方，有些时候对方的意见、对方的想法可能未必是我们理解层面的正确，但是我们要知道他所谓的这个想法，他的这个动机是什么，这个动机也许和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也许他这样做这样说也是为了保护，也是为了爱。所以金币3的一个逆位，我这边就感觉到第三组牌的朋友在你生活周围，尤其是人际关系、感情关系，无论是什么，就是关系里面我会觉得有一些分歧，有一些可能摩擦，但是我觉得不大，而且这个所谓的摩擦，我觉得很大程度反而来自于彼此的一种想要去把这个事做好，或者是想要去推进，或者是想要去为了那个共同的目标的发生而去拿出自己的一些东西来可能是观点可能是资源可能是想法，可能是方式，做了什么事情，但是我觉得有摩擦。那么第二张牌是什么？圣杯皇后这张牌是在讲，其实第三组牌的朋友，当前你生活里的这个局面，我觉得是需要你去怎么说呢？就是拿出你的这种圣杯皇后的能量我们今天海王星，我觉得很多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的灵性很高或者是说你们有很强的同情心又或者是说你们是可以去感受到你身边的这些人，他们真正的想法和动机是什么。你不要让你的逻辑性就是分析的这种大脑思考这个地方去完全掌控你的生活虽然我们现在的社会可能很多时候都是分析判断这样子来的一些结论，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要更深入的走入自己的一个，我觉得是更加和你能量相匹配的一个能量磁场。这个能量磁场是圣杯皇后，是一种能够关心别人、爱护别人，感受到对方的动机，能够看清楚表面之后的本质。如果当前第三组牌的朋友，你有一些比方说你喜欢的人，又或者是说有一些你感兴趣的人，又或者是说有一些关系你想去打开它或者是让这个连接更加的深入的话，你需要用圣杯皇后的方法去介入。因为我今天看到这个老鼠我就觉得有些朋友感觉你身边的这个桃花的能量，可能你已经心有所属了或者是说你已经有目标，你已经有方向了有一部分的朋友，等会儿我会讲完全单身的朋友，但是我会觉得有一部分的朋友，第三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可能已经有目标、有方向，又或者是说有一个你喜欢的人，但是你不知道怎么样去试探，你不知道怎么样去把这个关系变得更加的感情的方向可能这个人跟你是工作上的关系，可能这个人是你同学，可能这个人是你的老师，可能这个人是你的学生，或者是说你跟这个人的关系可能除了感情关系以外，还有一个更加冠冕堂皇的，或者是一个更加大家以为的那个关系，可能你想更加深入的去连接某人我这边感觉到有一部分朋友是这种。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需要用一个很给人的感觉就是很平静，但是却很有包容心、很有爱的方式，让这个人主动的去，我觉得是融入你自己，然后你也去融入他，两个人可能很顺其自然的就能够走入感情的这个世界里面。那么第三张牌是什么？我们这里是一个女祭司就是充满了神秘，充满了直觉，充满了智慧。这个能量再一次的，我觉得是有这种暗恋的能量包含在第三组牌的朋友这边能量磁场里。那么单身的朋友，
我觉得在你的年底桃花的这个运势当中，关于这个桃花和你之间的这个能量啊，我觉得有很强烈的暗恋，又或者是说你们两个人之间存在一个障碍，这个障碍像什么？就像一层纱一样，你们两个人有很强烈的精神的连接，就好像其实你已经觉得这个人就是你的那个爱人，或者是对方也觉得你很强的能量出现在他的生命能量磁场里面，但是你们两个人就隔着一层纱，这个纱看起来很薄，但是好像又觉得过不去，不明确，有可能是我这边听到因为是海王星嘛，有可能是比方讲你们两个人是网上认识，但是你们却能够强烈的感觉到对方的存在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可能这边有分隔两地 OK， 分隔两地，也许是异地恋异地恋，那么距离就成为了这一道纱，也许你在两个人没有见面的时候都能够彼此感觉到这种爱的能量很强，非常需要彼此，但是因为这个距离的原因有的时候可能会产生摩擦，或者是因为距离的原因 OK， 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不确定，然后心里就是产生一些焦虑。那么这个时候要怎么样去打破？我们看到这个老鼠这个圣药，所以有很多我觉得是来自宇宙给你的一些方法，或者是解药，又或者是一些灵感，来帮助第三组牌的朋友，我觉得是更加顺畅吧，或者是更加如你心愿的去打开你的感情生活。好，这边我听到很多这种方法性的建议性的能量好，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的3张牌，我们来看一下你年底的桃花运势我们今天一共是6张塔罗牌，好不好？第一张牌是大皇帝的逆位这个是第4张塔罗牌了好，我们继续往下抽，年底你的桃花运势是什么呢？吊人牌的逆位好，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我们这里有一个宝剑侍者在这里，然后我们还要看一张牌，这张牌看一下，这张牌是什么呢？宝剑权杖侍者2个新的能量。好的这边年底桃花第3组牌的朋友宇宙说的是在年底的时候你真的有机会遇见，或者是说我觉得是打开一段新的关系。这个新的关系有2个能量的层级，一个是有些朋友如果是单身的朋友的话，我觉得你会有机会遇到全新的桃花是全新的桃花。然后呢，有一些朋友我觉得是跟某人的关系进入到一个新的状态，那么这个人就会从一个比方说朋友的身份，一个同事的身份，一个同学的身份慢慢的走入，或者是有新的那种火花，那么你可能会跟这个人有不同的感觉，可能当前就觉得这个人就是个路人，就是个同学，就是熟人，可是呢年底的时候这个人跟你的关系可能会打开这个束缚。我就是觉得打开束缚，因为我这边听到第3组牌的朋友就是很多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这边的能量我觉得是有一些暗恋，有一些隐晦，有一些隐藏秘密这样子的能量出现在了你们的情感这样子的能量磁场里面，所以大家去看一下吧。好，我们来看一下，首先这个大皇帝，这个大皇帝的逆位就是在说去打破一个束缚我们这个老鼠的能量和这个大皇帝的牌连接在一起，就是打破一个束缚，从一个很有创造性的一个方式里面去寻找新的连接的地方，或者是一个连接的方式，这不就是我们所谓的暗恋吗？或者是所谓的也许这个人跟你的关系有一个刚才讲一个引号冠冕堂皇的关系，就是说除了感情以外他还有别的一层关系，也许这个人是你讲个例子吧可能是你孩子的老师，或者是说他是你朋友的一个男闺蜜女闺蜜就是他有一个表面的一个关系，那么也许你跟他认识，你可以跟他聊上天说上话，但是你们的聊天和说话的方式可能就是一个那个表面的那个能量，你们可以去介入那个主题，可是你们其实是想介入新的能量，这个新的能量可能是更加隐私性的了解这个人，比方说他的喜好，比方说他感情的状态是怎样，他是单身的吗？或者是说想去了解这个人过去的感情经历，对不对？从而你可以去判断这个人可信吗？这个人可不可以进一步的了解？那对方呢？对方也许跟你之间有一个表面上的关系，也许你是他的朋友的朋友，或者是你是他
刚认识的一个人，或者是你是他的一个平常会遇见的一个邻居都有可能的。那也许这个人也想更多的了解你，他不是了解一个冠冕堂皇的一个外壳的你，而是想了解你究竟是谁呀？你在感情里的需要是什么？你有没有感情的需要，对吧？这些都是比较私人的、比较隐秘的一些东西。我们在讲感情，它是一个其实很私密的一个话题。这不是我们平常会拿在这个大众面前去讲的，而是我们自己心里明白，我们心里懂得。尤其这个关系还没有被公开，没有被真正的确定好，更加的需要去被保护。而这个保护的能量很多时候是隐藏，对不对？所以我看到这个大皇帝，我就觉得有很强的一种能量，是说要打破一个束缚，打破一个规矩，打破一个常规。那么也许会从暗恋的能量转换成了情人。那么第二个呢是吊人牌，这张牌它告诉我，有一部分的朋友跟这个人之间的联系停在表面的关系是有一段时间了，而吊人牌是在讲年底10月、11月、12月的时间，那么你们会有一个加速度，也就是说，如果你们两个人之间被时间、被距离所限制的话，那么吊人的逆位就好像是一个仪式就好像一个仪式，这个时间可能会快起来，或者是说，之前你们等了很久，或者是之前因为一些事情，比方说可能家里有事或者是工作上的事情呢，可能没有办法去真正的去把这个时间和这个精力拿出来去跟这个人分享，又或者是对方因为一些事情没有办法来真正的跟你去分享感情里的事情的话，那么吊人牌的逆位其实就是在讲这个时间会有利于你们的关系真正的连接，对吧？我这边听到有些朋友可能是可能你工作忙你没有办法去谈恋爱或者是没有精力去跟他两个人深度聊天，或者是对方因为家里的事情受束缚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可能是很多事情可能是婚姻的事情，可能是孩子的事情，可能是父母的事情，他也没有办法真正的跟你两个人去连接感情。那么在年底的这3个月，我觉得有些事情将会被处理好，又或者是对方可能可以去或者是更加的愿意的我觉得能量上有一种拉扯，拉到你这边来，就是两个人的关系会更近，会投入更多的精力来看这段感情，看这段关系。那么最后的2张牌，第一个呢是宝剑侍者，第二个是权杖侍者第一个我听到就是说，你和你的桃花在年底，我觉得会有一些新的话题，会有很多新的消息来自于这个人。那么对于单身的朋友来讲，其实就是在讲，其实年底吧，我觉得是一个跟你两个人之间这个人其实有可能是网络上的认识的一个朋友也有可能就是说你跟这个人之间可能之前也不是什么恋人情人，但是年底的时候可能你跟他的关系会发生一些很微妙的改变，而这个人呢也有可能是以全新的姿态，就是一个完全你认识的新的朋友我觉得是走入你的生活。那么如果是全新的话，这个人跟你的相遇是有一点巧合的第一种情况就是你跟他是很巧合的相遇，不经意之间就遇上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刚才讲，他可能就是在你身边的一个人，而且还有可能这个人跟你当前的关系也没有那么的好了，也许你们两个人会有一些分歧，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又或者是说你觉得这个人他其实并没有很好的理解你，但是有的时候其实在摩擦之间反而能够更加真实的去表达我们的意图，或者是更加直接的直白的说出我们的真实想法。那么在这样子能量里，它其实是为你们的关系我觉得是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和铺垫。 OK， 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就有的时候人跟人的关系其实还挺微妙的，可能在有一段时间我们停留在一个能量的层级，我们说的那些话看起来好像是有冲突有矛盾，但是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心里可能默默的已经在了解这个人他实质和本质是什么样的品性。比方说有些人可能脾气不好，但是你知道这个人很直接，他很坦诚，对不对？有的时候可能会我们跟这个人想法有很大的这个偏差，两个人天差地别的想法，但是你却能知道这个人他可能对于有些事情很热衷，跟你一样很较劲，很执着。这个东西就是在我们所谓的心里知道，但嘴上不说。这些能量它是一种积攒，当正确的时间到来，当正确的事情，当正确的机缘到来的时候，也许你们两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啊，这个是我听到的一种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是这样子的一个特点啊，是这种能量的感觉。那么再来呢，就是这个权杖侍者，我觉得很多朋友在年底啊，就是在面对你跟你的桃花之间，我觉得很多朋友给我的感觉是比较享受这段关系的连接的，可能没有太多的去想过远的以后和将来，而是比较享受当下的一种连接，可能是年底的一些聚会，可能是年底的重聚，就是如果有异地的话，也许你们会见面呐，也许你们会从两地奔赴彼此，也许在年底的时候，你们更加多的是感受到或者是享受吧这些美好的时光，两个人一起去创造的美好时光，又或者是两个人一起去经历的一些美好时光，有这种我觉得是很多的沟通，而且这个沟通里面还带着很多的那种真正的理解，真正的去了解某个人，真正的把自己的真心话、真正的诉求，我觉得是说出来、表达出来，而且在这种两个人一起去经历的过程当中无论你们两个人一起去做什么事啊，或者是一起去什么地方啊，我觉得是在两个人共同的这种经历的过程当中，会让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快速的拉近快速的拉近，快速的去进入到我刚才讲的一种，我觉得是一种进入到另外一种状态里去海王星的能量也是，你看从平常的琐碎的生活里把你的这个维度带到一个很高的地方。可能在生活当中我们时而需要如果是谈感情的话，我们会需要放下一些日常里的或者是很俗套的一些东西，我们需要让自己进入到另外一种状态，这个状态可能是相信爱、愿意爱，这种状态是可能暂时的放下生活里其他的束缚、烦恼、约束，我们让自己进入到一个可以去爱，没有边界感，海王星对不对？我们要去进入到那种可以跟某人融合，灵魂之间的融合，对吧？是两个灵魂的对话，是这样子的状态里去。那么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更加的，我觉得是有一种很神秘但是却很美好的一种蜕变。所以年底的这3个月对于第三组牌的朋友来讲，我觉得是很奇幻的一种感觉这3个月其实挺神奇的，因为你在想法上，在你的情绪当中可能会有很强烈的一种变换和转换。所以我今天觉得就是第三组牌的朋友，有的时候可能需要去勇敢的放下一些束缚，把那些肩膀上的压力都抖掉。海王星嘛，就是进入到一种催眠的状态，这个催眠可能是进入到潜意识，进入到一种可以爱、想爱、敢爱的状态里去和这个人去连接。那么年底你的桃花里面，其实第三组牌的朋友，我觉得是很温柔，因为海王星很阴性的能量它很温柔，它是一种只要你愿意接受，只要你愿意打开心去感受，你就一定可以遇见它。所以不是那种很强烈的冲出去，也不是那种你要去主动去连接它，而是两个人我觉得是很顺其自然的进入到另外一种境界一种情感的连接。好，那么关于这个人还有什么样子的信息呢？帮大家看一下这个人的话，我觉得他有白羊座，然后呢他有处女座，他有双子座，然后呢他也有可能有水瓶座这几个星座能量我觉得是蛮就是有显现出来吧。双鱼座双鱼座也是有机会的。我们这边几个星座的能量跟大家看一下，白羊座、处女座、双子座、水瓶座、双鱼座这几个星座能量我觉得是有可能性是更大一些的。好，那我们讲到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今天来自宇宙的一个指引，其实是一个爱情的讯息。我们在讲感情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去谈感情、面对感情、处理感情，它其实是我们灵魂的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我觉得是经历和成长的过程。所以我们要今天看的是什么呢？就是在感情的生活里面，你其实真正的灵魂他在追寻什么样子的成长，或者是经历什么样子的一种感悟。我们来看一下灵魂之旅好，第三组牌的朋友这张牌是讲的爱。这张牌其实他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还是我刚才讲的那个感觉，就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这个生活里我们可能会很多的时候去注重一些表面的东西，比方说这个人跟我们的想法是不是一样，有没有利益的冲突，或者是看条件，又或者是说这个人是否真的合适，又或者是说去看一些
啊，他对我好不好，他有没有做这个，有没有做那个，这些都是很表面的东西。我们自然来到了海王星的能量磁场里面去。年底第3组牌的朋友，你的桃花能量需要你去真正的用爱的能量去连接，你要走入你的情感的这个能量磁场里。那么这个爱的能量是说，你要真正的愿意去看见爱，发现爱。有的时候爱的能量它其实是很微妙的，它又是很大的，你需要去有这样子一个愿意去爱别人，愿意去相信爱这样子的一种态度吧，去打开你的感情世界。我这边就感觉到，就是第3组牌的朋友，也许当前你跟这个人之间是有一个，就像我刚才讲，有一层纱，有一层束缚，有一层规矩，有一层教条，它在禁锢着你们2个人之间的连接，你们2个人之间更深度的联系。那么年底，其实你的灵魂更加需要的是真正的爱，是一个更加私密的，一个更加，我觉得是能够接触到你的情感的，能够使你心里有所浮动的这样子的一个连接。那有的时候我们为了保护自己不受伤害，我们可能也会束缚自己，或者是限制自己啊，去打开心。可是第3组牌的朋友，年底啊，你需要这样子的一份勇气，你才能够真正的遇见这一段爱情啊，这个是爱。好，这个是我们今天的第1张神谕卡。然后呢，第2张神谕卡是来自宇宙给你的一个建议。因为我们今天在讲啊，就是感情关系可能很多时候需要我们用一种方法，对不对？除了我们的心态，我们也需要方法。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宇宙给你的建议，怎么样去更好的连接和把握这段感情呢？我们来问一下宇宙啊，感恩宇宙。好，第1张牌，这张牌宇宙说，如果你想在年底的时候把自己的感情生活打开，让自己的感情生活更加顺畅自然的流入，或者是爱得很舒服的话，或者是说可以去真正的去抓住一段感情，那么你需要去放过自己。这个放过自己是什么感觉？有的时候我们在感情里啊，反而会变得很敏感。这个敏感有的时候不是对别人，这个敏感是对自己。比方说觉得自己这里不好，那里不够优秀，想要去因为爱一个人把自己变得越来越好，这样子才能够增加信心，这样子才能够去抓住这段爱情。那宇宙在想，其实你不用太过于的敏感。海王星啊，确实是一个很敏感的一个能量磁场。第3组牌的朋友，宇宙给你的爱情建议是说，不要太过于多的去对自己挑剔。海王星的能量，阴性能量，其实它讲的是我们要能够更加温柔的对自己，更加有爱的对自己，不要太过于严厉的挑剔自己，不要严厉的挑剔自己的形象、自己的习惯，或者是自己的一些平常的一种表达和状态。我们要能够更多的去接受这个自己。只有当你在感情里更加真实的接受自己，对方就能够感觉到你的自信，感觉到那个很真实的你原本的样子，就是最好的。因为没有人其实真的能够在感情里去因为一段感情把自己变得完全不是那个原来的自己。就算你可以的话，时间久了你还能做到吗？我们可能最后还是要回来最初最原本的那个样貌。所以呢，第3种牌的朋友，宇宙给你的建议就是我们要能够去放下一些东西。海王星啊，放下，我们不要对自己太过于的严格，不要太过于的挑剔，也不要去责怪自己有什么话说错了呀，什么话应该说没有说呀，也不要去责怪自己好像这里不好那里不行啊，而是要自信勇敢的说，我就是这个样子，我这个样子的话，真实的面对你就是我最大的诚意。而且有的时候你要记住的是，你不完美，对方也不完美，你把自己很挑剔，要求很严格的话，可能某种程度上对方觉得你也需要很严格的对他。当你能够对自己好一点啊，第3种牌对自己好一点，放过自己，然后呢，让自己就是很自然的去做自己的时候，对方可能也能够感觉到这种很轻松的能量磁场，他也会轻松的跟你去连接，他也不用太过于多的去改变他自己。那么也许你们的这段感情就是我们平常在讲的简单爱啊，简单一点，事情简单一点，说话也简单一点，对吧？都简单一点，我简单一点，你也简单一点，这段关系可能也会更加简单啊，简简单单的爱，简简单单的去连接，但是充满着诚意啊。这个是海王星啊，我们今天是
第3组牌的朋友啊，我们看的是年底你的一个桃花运势，再加上来自宇宙的一个爱情讯息。那么希望这个能量呢对你是有所帮助的。那么在这里呢就祝福第3组牌的朋友年底啊，你的桃花朵朵开。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